怎么摊牌了？俄乌冲突呢，自家人给了美国一拳啊，这下怕是都要站在俄罗斯这一边。大家好，欢迎来到赵探长观察室。美国副国务卿有兰声称呢，美国支持乌克兰打击克里米亚的军事设施啊。在这之前呢，有消息指出，拜登将会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显然啊，就美国政府应对乌克兰危机的表现，那么该国仍然是不希望战争停下来的，希望能够继续通过战争来击垮俄罗斯。然而让美国政府没想到的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正在改变看法。最新的一项民调显示呢，美国人对美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和经济援助的支持率正在持续的降低。尽管目前还是有48%的调查对象支持美国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但相比去年的5月份，也已经减少了12个百分点。而援引加利福尼亚州一名居民表示呢，当前的美国需要优先应对的是国内的当务之急。比如说美国多个社区已经没有多余的资源来应对从南部边境进入美国的大批的非法移民，以及芬太尼这类药物滥用增多的问题。而在这个背景之下，美国也多次声称，只要有需要，美国会继续来帮助乌克兰。而面对国内面临的越来越多的危机呢，加上这样一场没有明确结局战争的开销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国会和民众的耐心已经降到了极限。数据显示，美国国会光是在去年就批准了1130亿美元对乌克兰的人道主义以及军事援助。可即便如此，战争仍在继续，而乌克兰呢，仍然没有在俄罗斯面前占到什么优势。至此，美国还在向乌克兰进行援助，一时之间让美国人开始明白现在发生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很可怕，但人们已经开始觉醒，他们开始明白乌克兰到底发生了什么。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杜根表示，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华盛顿才是乌克兰事件的背后操纵者，而实际上是美国政府挑起的第3次世界大战。另外，他也指出呢，美国媒体一直企图遏制乌克兰事件真实消息的传播，但好在仍然存在独立的渠道，让人们可以了解真相。连美国民众都摊牌了，美国政府还能有什么话说呢？此番爆出美国才是乌克兰事件的背后操纵者，无疑是给了美国政府一记重拳。自家人也看不下去了，所以可见美国政府错得有多么的离谱。自乌克兰危机去年2月份升级以来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就不断的对俄罗斯进行攻击打压，除了军事上向乌克兰提供武器装备等援助之外，还在能源、金融等多个领域对俄罗斯实施了制裁，试图全方面的击垮俄罗斯。然而真相总有大白的一天，要不是美国，俄乌即便是存在矛盾，也不会走到战争这一步。如今越来越多的美国人不支持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同时呢，也有美国人反对制裁俄罗斯。比起去年71%的美国人支持俄罗斯，现在这一数字已经降到了63%。而美国不是还在努力拉拢世界其他国家对付俄罗斯吗？就目前这一形势别说是拉拢，不少国家有可能会站到俄罗斯那一边。当然还是那句话，霸权终将不得人心，连美国人都直言，美国政府挑起了第3次世界大战，就足以证明现在的美国是有多么的失败的。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欢迎点赞转发，留下您的精彩评论。